有些网络上面的资讯会说，中共可能会打算在军演的时候擦枪走火，发动一个战争。那我们大家要怎么样去从新闻上面的资讯判断这个共军的行动是在作秀，还是真的有一个作战的意图呢？我们通常不会说擦枪走火，擦枪走火是意外，我们通常都会说他会不会由演转战。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如果他在进行大规模的演习的时候，会不会表面上是演习，实际上是要准备发动战争。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去年中国多次大动作的对台军演包含了5月的联合利剑 A、10月的联合利剑 B， 到了12月呢，他们又一反常态发动一场异常低调、规模却更胜以往的行动。那面对这几次军演的意图、模式还有严重性，大众也有很多的疑问。因此呢，我们今天请来了非常熟悉军事国防议题的朋友沈明世教授来跟我们聊聊。那强者我朋友强在哪呢？首先沈明世教授在军旅生涯的期间呢，曾经一路从步兵的排长当到了陆军总部的情报参谋官。第二，沈教授呢是目前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的所长，专精于国家安全研究、中共军事、中共党政、战略理论，还有武装冲突法等等的领域。第三，无论是国际或是国内的媒体，如果想要了解美中台之间的战略问题，常常都会咨询教授的意见。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问问教授，身为台湾人民，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共军演，以及美军会如何协助台湾因应中共蟒蛇行动。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拍出更专业的影音作品，但不知道去哪买器材吗？正成购物 CS Emart 汇集了各大影音设备、相机、镜头、灯光、稳定器、Podcast 器材，这里通通有。不管是 Tamron 专业镜头、GoPro 运动摄影机，还是 Amaran 灯光设备，或是 Sonos 无线耳机等等，各式各样的高品质设备都能够在这里一站购足，满足你对于影音创作的所有需求。如果你想要亲身体验设备，还可以到正成购物3创门市，有专业的服务人员提供详细的解说与建议。现在就点击资讯的链接加入正成购物 CS Emart 会员，最高可以领取1000元的购物金，赶快为你的影音创作装备升级吧。好，那请我们的沈明世教授为我们的观众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沈明世，目前服务于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我是担任研究员，过去在陆军里面服务了超过35年。那我曾经在国防大学担任快5年的战略所的所长也在那边教书教了15年，目前在淡江跟国防都还是担任兼任老师的职务。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镜头外还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那今天呢，在开始访谈前，我想要先让你们看一部影片，这个是共军发布的攻击台湾的3D 模拟影片。那等一下就会请志祺跟教授帮我们分别发表一下，一般民众跟专家会怎么看同一部影片。这看起来是实况的影片，再加上动画的影片。对，没错。那刚才那个实况影片就描述它的轰炸机起飞，还有它的火箭军，然后它的战术飞弹，然后前进部署到第一线的阵地。那另外就是它的海军航行到主要作战区域等等。那这个影片呢，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战机上面的这空射的巡弋飞弹针对远方的目标来发动攻击。那当然，这个演习主要是针对台湾嘛，所以他就用这个模拟动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目标有3个花莲、台北、高雄但是最后他其实强调这个叫杀毒神器其实在凸显说他的这个飞机上重要的飞弹主要是当做这个精准打击或者是摧毁敌人之用。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宣传，或者在宣扬他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演给上面看，表示说我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做这个宣传的非常好。因为它并不是反映了所有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共要武力犯台的实况，因为它只有空射的飞弹，实际上它还有火箭军的飞弹，它还有远程的火箭。我们知道过去在2022年演习的时候，它就有在平潭的远程火箭对台湾的攻击，还有比如说它的航空母舰到台湾的东岸，它也可能从航空母舰然后起飞攻击台湾东部的。但我想先问问看志祺，志祺你在今天这个访谈前，你有看过这个影片吗？没有。所以代表他这个宣传不是对台湾，而是对中国内部吗？应该说它其实这是东部战区发布的影片，它影片当然有它的所谓的 target audience，
也是对台湾民众，哦那也是对中国大陆内部啊，因为他内部的人民或者是中央军委等等啊，基本上就是因为他并没有实弹射击。我们知道在2022年佩洛西访台的时候，那时候演习有飞弹嘛，但是这次演习没有飞弹，但是他怎么样告诉你说我这次演习我主要目标是什么，我打算要警告谁，那当然他就用动画，透过这个动画说明说我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什么，我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等等。那我很好奇，志祺刚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吗？最后还有习言杀手锏就还要放一个习字。再来是我看到花莲被设为是一个主要的标的的时候，觉得有点意外，就是我过去没有把花莲想做是一个好像比较重要首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攻击的位置的感觉。另外它里面有很多就从他那边就发射飞弹垂直发上去的感觉，让原来进攻是长这个样子啊！就我对于这些事情的了解算是比较低度的。那你看完会有紧张或是被威胁到的感觉吗？目前好像还好，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做的方向并不是到那种很真实的。如果单就看影片的视觉的话，我会很像做的没有很好的 B 级片的动画，的确还没有像是战争的那种样子。那教授怎么看志祺这样的观点跟疑问？第一个，我觉得志祺这样看我觉得是很正常第一个就是你从他这个画面最后这几句话来讲，其实某种程度是说它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武器，但是它里面提到热血报家国，当然就是描述这个解放军为了达成所有的任务一定是戮力以赴一定全力达成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宣传意味比较浓。你说要发挥什么样的吓阻或者是威慑的效果，恐怕比较少。为什么会针对花莲呢？我们知道花莲有非常重要的军事设施基地吗？空军基地是我们不是每次汉光演习第一天都会有所谓的战力保存，战力保存就是台湾西部的幻象战机 F-16 战机通通飞到花莲，然后花莲有个嘉山基地在洞库里面，所以我觉得他是故意选在花莲是主要这样用意。刚刚这个影片呢是这中共联合利剑 A 军演之后它释出了嘛，但是在去年我们国庆之后，这个共军又来了一次这个联合利剑 B 的军演，似乎呢还出动了一次这个航空母舰这个辽宁号，这代表他们军演的规模又升级了吗？升不升级不是说看这个航空母舰，因为事实上在联合利剑 A也有航空母舰，那叫山东号。OK，那山东号其实它本来就在演习，然后它拉到台湾东部海岸，它的航行的这个范围，它有靠近到关岛，那也有靠近到与那国岛，所以它其实这样的这个航行有它的作战意涵，就是关岛表示说我离你很近，我可以攻击你美国的全员战略基地，到与那国岛附近是说我可以切断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军事援助或者是船舰的往来等等。这是这个辽宁号出动的，应该是山东号上次出动过了，那这次就由辽宁号来担任这样的任务。但是事实上因为辽宁号是从80年代乌克兰的一个航母所改建的，它其实是训练舰，所以它的性能或者是它的服役的年龄并没有山东号这么少，但是它还是要派一个航空母舰，表示说在它的作战设想里面有一个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战略，就是我在台湾东部海域航行可以阻挡或者是延迟美国跟日本的军力如果介入台海的冲突的话，这是一个。那第二个联合利剑 B 就是它明明是派的海警船跟军舰航行，然后弄得爱心的形状，就是你明明是来威胁或者是你要透过军事演习要恫吓这个台湾人，你还要说这是爱心的行动。还有一个图案就是整个带弹，然后弹那个字呢它画成圆形，然后里面是一个台湾，其实表示说联合利剑 2024B 它就是一个围困台湾或者封锁台湾的演习。那封锁台湾有什么样意涵呢？就是让你的东西出不去，让你外面的东西进不来。什么样的东西进不来呢？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天然气主要都靠进口，那另外什么东西出不去呢？我们的晶片，我们半导体科技。那如果出不去的话，当然除了对台湾影响很大的话，当然也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你就看到联合利剑 2024B它的时间就是从早上到下午就结束了。为什么结束？它其实可以封锁个3天3夜，或者是甚至1个礼拜，但是它这样做以后，其实对区域对全球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它恐怕也没办法承受这样国际间的这种责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A、B 演习其实是比较声势浩大的，可是它的 C 演习好像就比较低调，原因是跟刚刚教授讲到的有关吗？他希望隐藏它可出动的数量。其实这原因很复杂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联合利剑 2024A 它的演习的原因是因为就职演说嘛，对不对？然后联合利剑 2024B 呢是国庆演说。这种没有名字的演习，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都觉得是因为赖总统南太平洋国家出访，
然后过境夏威夷跟关岛，那就很怪。他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到美国本土。但是这次呢，你到南太平洋国家，你过境虽然是夏威夷跟关岛，但是你可以看到夏威夷跟关岛接待这个赖总统的规格比以前要高，甚至于放国歌，然后国旗都展现出来。那你过去都有演习，那你这次不演习，你是不是要吞了赖总统说两岸互不隶属啊？他会觉得说我这次如果不演习，下次你到别的地方去，是不是人家就用董腾的规格来接待？但是以目前中国的这种情势来讲，目前他不太可能在这种军队贪腐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然后对台湾实施大规模的进犯。那另外他自己本身因为内部的经济的下滑，他不太可能，因为他根本没有钱打仗啊。再来就是他在国际上就处于孤立的状态，就变成说要演习，但是又不能让它扩大成为两岸的冲突。而且更何况现在以台湾内部的政治情势，他现在主要是强调就是统战。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升高对台的演习，或者是让情势冲突升高，那就变成你自己扯破自己的脸。因为你现在用和平统一的方式，你用统战的方式，但是你又用武器来胁迫台湾，台湾人不会那么笨啊，所以就变成他其实有点左右为难，有点很尴尬。要演习因为面子，但是演习太低，如果让他觉得好像说被人家看清了，那演习太高呢，又怕引起对立跟冲突。这样听起来是觉得不用担心吗？刚刚讲了很多，例如说他现在自己也遇到很多困境，像是刚刚讲到的经济，然后他们其实很多的将领，这些将领可能过去实际上他们是有一些经验跟一些受训的，但是现在也因为贪腐被清掉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导致其实现在这些东西我们觉得可以看看就好，不用担心。我们不会用担不担心这样来形容 OK， 我们会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他不至于对台湾采取大规模进犯的作为，因为他现在所处的环境是这样子。我们通常在研究这种国家安全或者战略，都会凡事都是会有忧患意识，做最坏的打算，然后做最好的准备。我们知道过去有所谓的2027 timeline 或者2027中共会武力犯台嘛，那这个是原来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前任司令叫戴维森他所提的。2021年的时候，他在参议院听证，他说6年以后中共会具备犯台的能力。对，他不是说会犯台，他说具备犯台能力，加起来刚好2027，所以很多人都以2027。后来又有人把它再加上2个因素，第一个就是2027是中共21大开会的时间，第二个呢，2027是解放军建军100年纪念，所以如果解放军要在建军100年有一个很好的历史的成果，那当然武统台湾或者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嘛。那当然这不代表说他一定会在那个时候武力犯台，因为我们知道2021以后呢，其实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它经济的下滑，还有火箭军的贪腐，当然还加上一个更大的重要变数，就是川普上台。越来越多人认为2027年以前习近平应该不会对台使用武力，但是这个不是担心不担心，反而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时间之窗，也许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我们的防卫武力，来准备我们的国防建设。但我有个很好奇的是，大家都知道演习一方面是中共在展示他们的准备跟火力嘛，一方面也是我们在观察他们有哪些重要的战术或是装备的一个时机。那在经过这一次 ABC 的军演之后，我们有什么新的获得吗？事实上我觉得你讲得很对因为在联合利剑 2024A 以后，美国军方的一些专家学者他说，我们从这次演习已经观察到中共未来对台作战它的主要的模式。那显现出来，当然第一个是美军它有它的就是反击的方式，我们看到美军不是要在菲律宾部署陆战队，或者是强化这个美军在日本西南诸岛对日本的援助等等，其实就是针对演习它所显现出来的作战模式所发展出来一些反制作为。那以台湾来讲，我们在台湾设想防卫作战已经好几十年了，如果它是采取过去传统的从空中海上登陆作战，我想我们台湾本身的所谓的固安作战计划已经能够针对这些，而且经过历年的汉光演习不断的演练。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就是我们从俄乌战争得到很多的启发，来改变我们的作战方式，中共同样也是，所以我们也都在密切观察它的各种演习或者它武器的发展，然后去设想未来如何反制。
这样的行动。我们拉回到这次演习的话，就是有些媒体呢，或者是有些网络上面的资讯会说，中共可能会打算在军演的时候擦枪走火，发动一个战争。那我觉得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因为媒体通常会报的比较浮夸一点点，那我们大家要怎么样去从新闻上面的资讯判断，这个共军的行动是在作秀，还是真的有一个作战的意图？我们通常不会说擦枪走火，擦枪走火是意外。我们通常都会说他会不会由演转战。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如果他在进行大规模的演习的时候，会不会表面上是演习，然后实际上是要准备发动战争。但是现在卫星还有各种高空侦察机、低空侦察机、无人机监侦的这种器材是非常精密的啊！你有任何大部队的行动，其实都可以掌握得很清楚。从2024B 你可以看到，其实在演习的前2-3天，美国就呼吁说，国庆的演说不应该成为你的演习的理由，而且他就预告说，中共准备要发动2024B 演习。2天以后果然有了。同时也可以透过这种算是媒体的这种呼吁，就告诉他说，其实你在干嘛，我们都已经知道哦。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侦察吓阻，你隐匿你的行动，可以发挥这个突发或者突击的这个效果。但是我事先把你的意图跟行动讲出来，我们大家就有准备了。大家看到这次联合利剑没有名称这个演习，怎么那么巧，刚好我们的战车就在桃园机场。其实就是事先看到一些征兆，掌握这个敌军的动态所做的一些准备的行为。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面对战争，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盟友是美国。那假设台海战争真的爆发，然后美国也愿意去协防的话，就教授认为，依照这个美军过去的行动模式，他们可能会怎么样出手？川普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问他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他要不要对台湾出兵？他是说他不表态，他不表态不表示说他不愿意或者是不要啊，不表态是说他保留一点空间跟中国协商跟对话，所以我不要把我的底线露出来给你。但是他也提到说，他跟习近平通话的时候，他说不希望中国武力犯台，或者是呢，最近呢，他跟这个安倍的夫人见面的时候呢，也不断强调这个台湾的这个重要性。我们知道这个历任的总统，他当然不能忽略台湾，因为美国有一个法律叫台湾关系法。但是台湾关系法并没有说美国应该要出兵，他只说美国应该要提供防卫性的武器，而且如果说台湾发生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状况的时候，美国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那如果中共武力犯台，而且美国要介入台海，就变成他会用什么样的模式来介入的问题。第一个当然最明显的就是乌克兰模式。乌克兰模式我们看到，其实在乌克兰战争还没有爆发之前，其实美国已经在积极的协助乌克兰军队的训练啊，提供他标枪飞弹啊、刺针飞弹啊这些。然后战争爆发以后呢，因为俄罗斯很明确的警告美国说，你如果介入，我会对你采取核武报复。美国其实是间接的协助，或者透过北约国家协助，或者透过波兰的协助，这个叫乌克兰模式。第二个，我们知道过去台湾跟美国有签订防卫协定，有美军在台湾。那美军在台湾呢，当然就是协助训练，或者是海空方面的一些怎么样的整合协调等等。如果说美军愿意介入台海，第一个当然情报的提供，或者目标情报，或者是中共动态的情报应该会提供。第二个呢，就是像过去1995年、96年台海危机一样，他派航空母舰到台湾的附近。那附近一方面是展现他的军事实力，嚇阻中共不要采取行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透过这些军舰上面的一些相关的直管通勤设施或掌握中共的动态跟情报。那必要的时候就用这些当做这个前推的武力，对中国采取这个打击行动。那川普甚至于我们看到，不论是 G20、G7 或者是周边的国家，在国际性的场合，其实不断的在强调台海安全的重要性。那其实这是一种吓阻了，你不要等到这个战争发生，你再想说怎么打败它，最好就是不要让战争发生，或者是很多美国学者专家就是让习近平觉得 not today， 不是今天然后每天都不是今天，那当然就能够维持台海的稳定。另外呢，我还想问一个，就是因为我看到资料说，在近期这个中共威胁加剧之后，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就曾经访台，他们进行了一个兵棋的推演，结果显示呢，中共目前正利用所谓的蟒蛇战术来缓慢对台湾的施压。那想要请问，就教授，这个蟒蛇战术是什么意思啊？蟒蛇战术或者蟒蛇战略呢，是有一位学者提出来，他意思是说，中共现在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行动或者胁迫，就好像蟒蛇一样，把你这样团团围住，让你窒息，让你致命以后的把你吃掉。所以他不是一口把你吃掉，所以他提到的是主要是灰色地带行动，就是胁迫你，让你活不下去，
等等啊。你可以看到现在不论的每天的穿越海峡中线啊，进入我们的 ADIZ 啊，或者是绕到这个台湾的东部，或者是这种联合利剑大型演习，强调它的封锁或者是围堵等等，都是一种灰色地带行动。但是美国的 Newsweek 他也访问我，也是谈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讲说，用蟒蛇战术的形容当然很恰当，因为胁迫窒息，但是我觉得他忽略了统战，统战是笑脸攻势。我就跟他讲说，如果把统战加进来，就好像有一只蛇蟒蛇微笑，但是把你团团围住，然后把你勒死。但是他是微笑的面孔。统战就是说既拉拢又打击，然后拉拢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或者是给你一些利益，然后拉拢一些人，然后分化一些他认为是死鹰派的人等等。那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当然你不要被那个蟒蛇缠住嘛。第二个就是你当被蟒蛇缠住的时候，你有没有重要的武器可以反制？那所以就彰显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国防武力就很重要。那最近我们看到跟美国购买的 M1A2T 的战车第一批38辆来了这个号称这个地表最强的战车。那最强战车表示说，如果他要用蟒蛇围堵你的时候，你有一个很有效的这个武器可以反制那当然数量跟战术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国防武力的提升上面其实做了很多事情的。我觉得刚刚讲到统战，所以其实最近大家应该要感受到很多，新闻也很多，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就出来呼吁说，可能加强民众的这个心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所谓的心防指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大家又该如何加强？我觉得是大家会很困惑的地方。心理防备是说，你不要太相信别人他可能对你有邪恶的企图，不要太相信陌生人。对或者是呢，产生一些看起来好像是太平盛世的现象，但是你要想，可能会最坏状况是什么？你要有这种心理的防范那另外，针对这个统战呢，也是一样，就是中共的党的组织里面，它就有一个统战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统战团，那我们看起来好像学生没有什么嘛但是他有时候在重要场合里面就讲一些话，让你觉得这好像不太对，或者想要麻痹你，或者想要混淆你的认知，这个就是统战。因为统战有时候跟宣传是混在一起的。那我们也看到，也是在去年年底这个有2个人不是说这个很多人被统战吗？或者是被中国利用以后呢，对台湾统战他也举了很多影片的这个例子那这个就证明说，中共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单单是使用武力，他也会用软性的，用宣传，用统战的方式去混淆你的认知，或者是打击你的抗敌意志，打击你对政府的向心，或者是对政府的这个忠诚等等。所以应该一样，还是那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做最坏的打算，但做最好的准备。对，但是乐观。乐观。你不要做最坏打算，然后每天担心这个天会不会掉下来你就想说有高个子顶着就好了。好，那最后教授还有什么特别想要跟观众说的吗？我刚才提到说，就让习近平或让中共觉得 not today， 其实就是嚇阻。嚇阻可以分为2个层次，一个是军事，军事就是我们的国防武力的提升，让解放军觉得如果武力犯台或付出重大的成本而不愿意犯台。第2个层次呢，是针对习近平或中共领导人的这个嚇阻。那我觉得有2点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全民抗敌意识的提升，就是全民团结在一起，然后拒绝这个中共武力犯台，或者是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一定会坚决的这个抵抗到底。这样的意志的展现也可以产生嚇阻能力。第2个就是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如果国际社会对台湾很支持，那当然中共不会轻易的武力犯台。那这2个往往是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人民如果自己不抗敌，那国际社会为什么要支持你？或者是如果国际社会不支持你，那我们的抗敌意志能够维持多久？所以这2个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天助自助者，我们自己本身就要努力，其他国家就会帮助我们。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沈教授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呢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不要忘了把它分享出去，或者是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再见，拜拜。